大成非常欢迎你啊！你是第二家园协会的副会长，你上回也和我们介绍了可能发生的变化。我们先来说一下新政现在是到哪一步了？就是它在旅游局、内政部分别走到哪一步？你可以跟大家说嘛？今天是2023年的12月19日。这个我们坊间是没有办法知道政府部门现在是到哪一步的，但既然旅游局已经宣布了相关的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8、9不离10了。这个第二家园的一站式服务中心呢，也已经是在这个旅游局。那现在我们开始操作的这些，比如说续签啊、添加配附属签啊，后面种种关于第二家园申请人的这些服务呢，都已经是在这个旅游局的了。所以只是一个时间我相信我们的旅游部长这个拿督斯里张庆信是一个这个算是行动力比较强的人，所以我相信不久吧，我觉得应该是要明年了，明年今年应该是不会的了，我个人认为，当然希望越快越好。我想厘清一下，有媒体报道，然后你也说政府有些部门已经开始运作，那是否是说细则还没有出？你讲的明年是指完整的新政可以去帮人递交的这一步要等到明年，是这个意思吗？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只是我们在媒体所看到的都是他们这个整个大方向而已就是一个框架，就是说分成了这个3个等级，然后主要的这个条件是什么？但是细节的，比如说那些这个收入证明啊、存款证明啊，所需要的这些材料，需要做些什么样的认证啊？然后通过什么渠道，通过什么方式通过这个代理应该怎么样去提交这种种种的细节他们也要给我们培训就是这些授权的代理。也要给我们培训，我们是怎样去处理这些文件这样子了。OK， 明白。那整个第二家园新政的媒体稿上的一些变化，这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我们也可以快速的看一下我们说明栏中的一些介绍。我想如果你作为一个专业的代办人员，一个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士，你如果用3个词来形容这一次的新政的话，会用哪些词来形容呢？3个词3个词的话，我也觉得我可以说是创新，创新是第一个啦，因为一直以来从20多年前开始，第二家园到现在的就是只有50岁以上跟50岁以下这两个组别嘛。那一般现在有了这个铂金组、黄金组还有银级的话，这个无疑是对这个市场都是我可以说是打了一剂强心剂的。因为这个就跟泰国的那个精英签证有了这个可以比较的这个什么啦，这个筹码啦，我可以这样子说了，就是让大家根据自己所需要的来做出这个选择。还有什么？还有呢，这个就当然是大胆，这个是这是无可否认的，因为在铂金组那边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个红卡了，有可能要你办了这个第二家园若干年后，比如说你具备一些这些符合办红卡的一些条件，是，比如说你会说马来语比如说你在这个第二家园办好第二家园，在马来西亚做出一些巨大的贡献你才可以申请这个我不认为第二家园可以直接转的是这样。你有保留的看法，所以你给了我们2个词创新和大胆，还有些什么总体的印象吗？我觉得对整个市场来说也来做到了一个可能说是一个洗牌。这个旅游局宣布的时候有说到只能通过这个代理就是我们授权的这个代理来申请的，但他也对这个授权代理呢也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了，比如说把注册资金提高了，把这个代理费用也要收一个固定的当然了，这个还在洽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创新、大胆、洗牌，你这个总结也非常创新。那我们回顾整个新政从去年末就有提，年初就有一点点风声的积累。10月份我们都做了节目，这个拿督斯里张庆信他也提到很快会出，为什么到接近年尾的时候才会有一个相对正式的通告出来呢？你觉得是一个什么原因呢？这个我只能是通过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来表了，因为其实其实旅游部呢，它是在国家里面占据一个属于是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环节，那它是要带动这个投资者的这个情绪的。当然了，你看旅游局它不单单是说宣布了这个第二家园了，前一阵子在宣布第二家园之前也已经说了，对中国是免签免签了，连环操作对，这个是一个我可以说是大家都是以张庆幸旅游部长，是我们可以看得出他的那个魄力，就是很大胆，很大胆。就过去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中国可以免签马来西亚免签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哇，这个真的是这个真的是我们觉得这个旅游部长是说到做得到当然了，所以他也是可能也就是在看过各界不同的这个信息之后，觉得这个第二家园可能是因为我相信他也知道，现在说出来不一定是马上就可以实行的，他可能是需要带动一下这个市场的这个情绪，来到明年呢来做一个开门红这个样子的。好，我翻译一下你讲的，就是它虽然慢，但是它带来了 offer 了更多的东西。对，它其实是怎么样说呢？这个是当然也是我个人看法了，因为他要把话说出来了之后，才可以带动这些官员们他们去前进。如果他不说，老是在等，又在等这边等他先说出来就可以无疑的就是从前面先拉他们一把，你们要跟着我走了这样子是一种政治上的领导力吧。那你看到的这一次这些分级，然后降低了没有了收入的要求吧，就把在马来西亚的时间做了一些减少，这些改变都是正向的吗？在你看来？对于我个人而言呢，如果是以整个马来西亚的经济环境来说呢，肯定是正向的。整体来说，因为它的迎击的这个条件呢，就是把这个存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定期存款降低，就是相较于过去就是2022年的那个政策的一半，就是100万币，现在变成50万币。当然了，他不是说没有提出了取消了这个叫做收入这个叫做存款证明跟这个收入证明他不是说不用，只是还没有说出来而已。我认为他们还是需要提供的。好，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因为这一点现在没说，但不意味着就没有了，这个可能大家要注意的。对呀，肯定他现在只说了迎击这几个政策，难道你不用提供无犯罪记录吗？难道你不用提供护照吗？没有的，肯定还有一系列的这些材料是需要去准备的。现在只是说给你们一个大方向，就是如果你有具备超过50万马币的这个能力的话，你就适合这个迎击了。如果你想这个将来有机会成为这个红卡的话，你就是500万，它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它不是说你不需要提供那些资料，它没有说不需要了。OK， 因为按照过去到现在，这些资料无论它的这个存在马来西亚的存款是多少，这些资料都是要提供的。明白，好，这是非常好的提醒。那讲到正向的改变我注意到最高一级它有提到了红卡这个非常王炸级别的核弹级别的字眼就我如果早知道的话，我肯定会想要这个哪怕我也留意到英文版写的只是 eligible， 中文也讲叫有资格申请嘛。你怎么样解读红卡这个特别劲爆的这个点呢？就是还是回到一句的，马来西亚不是移民国，他没有说是可以直接花钱来到申请的。当然了，在申请红卡的这个其中一个方式当中呢，有一个叫做200万美金的定期存款的。那个当然他也不是说你存了就马上拿到，而且是你存了之后5年之后你才可以去申请不是说你就可以拿到。我相信这个第二家园，我相信它也是一样的。就过去是有迹可循的是吧？以前有一种存200万美金，是的，也是说有资格。这不知道那个是算是哪种签证呀？红卡就是永久居民。就是给永久居民的。有4种有4种方式。就是存200万美金就是跟马来西亚的配偶从结婚证再转还有就是分数制的，分数制就是它满分为120分，它每个不同的环节有几分看比如说你在马来西亚存款50万，你有拿3分你会说马来语可以拿5分，全部以此类推加起来，你满65分你就可以去申请。
总之我还要加强马来语的学习啊。不是那个叫做专业人士的，你是 OK 精英啊，然后比如说在马来西亚政府的领域啊，或者是私人领域有很杰出的贡献是很杰出的这种精英人才啊，比如说马斯克啊这样子，可能是很欢迎你的，可以申请，可以申请啊，不是说直接给你，可以申请。好，所以我们就静观其变嘛。哎，对，对。所以讲到这一点啊，我们也留心到你们公司很快出了一份解读，有提到这是一个特别版，是为期1年的类似试运行这样的一个新政嘛。为什么会是一个特别版呢？你怎么看呢？这个我认为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相信旅游部长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来的，他可能他在推出这个政策的时候，有可能他会面对各方的挑战。所以如果说他不能说一口咬定我要这样子就这样子，他可以用这一个来安抚质疑他的人，就说你们怀疑我这个政策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先试一试哦，你看这1年我们的表现怎么样？如果因为马来西亚一直以来呢，都是我可以有很多包括马来西亚当地人会觉得是我们马来西亚政府，我们叫做右转政府，有时候喜欢这样子做了没多久又喜欢转过来，又喜欢转过去。很喜欢这样子说，但其实我认为这个不是说右转政府，我觉得是一个人性化的改变。政府不会因为为了自己的这个推出来的这个政策呢，忽略掉民众的这些想法不会说一意孤行的，就觉得这个方式不行的话，包括你看我觉得我们在防疫的这几年的时候呢，我觉得政府做的还是 OK 的，就是他觉得这个政策不行，他就转过来来符合这个民众的这个需求。有很多人就会说这个右转政府啦，老是在改政策，改到我们也不懂但是其实我觉得是他们在迎合这个市场的需求，所以当然也包括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我们现在拿都市里常青新旅游部长所说到的了有可能说我们现在来看，如果这1年这个表现真的不太好，或者是有问题很多，那我们就再看可以怎样优化它咯。那是看到一种政治上的成熟，因为民主社会一定是兼顾各方利益，这样的推出，我想它也保留一定的政策的弹性嘛。是的。那你们看到的那些已经提交还没有提交要犹豫提交的，或者说那些用了旧政策的这些人员他们现在分别要怎么样办呢？如果已经提交的就不用管如果已经提交的，如果觉得新政策，比如说我更想办一个营级的，就是这个50万的，那就可以跟我们通知我们会做一个书信发到给这个移民局，然后把这个已经提交这个申请终止取消 OK， 然后当这个50万就是这个新政策出来的时候去提交这里，因为不能说有很多人会想的是我的申请还没批准，能不能改一改？有的时候变成了不是的，不能这样子的，因为什么时候申请就按照什么时候的政策。第二家园就是有法案支持的，我们要尊重这个法案，我们要尊重这个政策就是你不能说站在自己的角度，站在自己的立场，觉得你不能往上，但是你可以往下，你往下就对我们好，就对大家好，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把它当成是2个阶段，旧政新政，走了哪个就哪条走下去。如果你要换，要走流程，得要重新去来那些已经提交了还没批下来的会怎么样？我们刚闲聊的时候你说就一定会把它跑完嘛，是这样吗？对，任何一个第二家园的申请，没有人可以说是100%可以通过的，但第二家园的这个通过率是很高的啦，除非真的是这个移民局对这个申请人的背景是有这个怀疑然后所以如果已经提交申请，然后就有一点耐性，就去等待这个申请的通过。那如果是还没有提交申请的话，那就等新政策下来才去开始准备了你可以准备一些双认证的材料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新政策什么时候下来，因为双认证这些需要一点时间去准备嘛。非常好的提醒。我们在上一次10月沟通的时候，你讲到一点引起我的很多观众的共鸣就觉得确实只有马来西亚人懂。我们新政的推出，它的严肃性在于也要考虑对马来西亚的这个安全的一些考虑吧。那你现在觉得新的政策门槛降低了，对原先你讲的那点还成立吗？对，这个就是我刚才有跟你说，为什么我还是很支持
我不是说很支持，我就是说我觉得之前那个100万的那个政策，其实我觉得是 OK 的。你觉得那是个很好的一个限度是吧？是的，是的，因为有这个100万的这个门槛在这边的话，可以是确保了这些申请人的这些数字质量。因为我从11年前做到现在，我看过以前30万的时候就是很 low 的人，我也看过了，当然也看过很好的人，所以100万这个政策它其实是很有效的，把一些比较不具备条件的人，因为我很早以前我也说过嘛，你如果连100万你拿不出，谈何依据呢？说你来马来西亚，对吧？你这个而且全世界的这个移民门槛都在提高的，没错，100万我觉得是 OK 的。这个100万你不要说外国人，马来西亚很多人都拿得出100万，其实是因为通货膨胀嘛。现在以前的时候，我们父母买一套房子20-30万马币已经是很了不起了，现在一套房子可能80-90万马币的时候，人家觉得便宜还可以。50万的政策要可以做到的话，如果真的如我们旅游部长所说的，可以做到这个 KPI 是1万到15000的话，那我相信这个旅游部长会在这边，他马来西亚的历史这边这旅游这一块呢，可以占一个大功这样子。是，但他也给自己提出了很严苛的一些条件开出来，那我们就看旅游部的表现。从新政推出那么几天和大家之前的期待来看，你们咨询的业务量有上升吗？从这个结果来看。是的，整体来说每天都回复信息回复不及的，来不及回因为有一些我们也回答不了，就是大家都很心急我要申请了，我要怎么申请，我要准备些什么，没有细节，没有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就我们现在就是如果你们真的是想办理第2家园的话，按照我们提出的就是你们去先办这些双认证咯。这个跟我们持续关注我们我们就会在这些有这些实际的这些政策出来的时候我们告诉大家，通知大家该怎么准备，怎么申请。好的，大成。那最后你们的机构，我自己跟你接触下来，很多人问我说是不是用的是你，其实我用的就是你们嘛。你能不能再介绍一下你所在的机构呢？也给更多想要办理马来西亚第2家园的人更多的信息。好的我们是一马海外专业呢是做这个马来西亚第2家园然后马来西亚房地产还有马来西亚国际学校这种咨询，我们是就是服务类型的公司啦，就是给大家服务。然后我本身呢，我是大成我本身呢在第2家园这个领域呢明年即将是第12年了然后就是从小城做到大城，我相信很快就要做变老城了。然后是主要呢服务的人群呢就是中港台还有一些印尼还有韩国了。我们跟其他中介第2家园的中介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可能有些中介他们比较新，他们可能是会跟你分享一些关于怎么申请但是他们比如说他们对这个马来西亚的政治环境比如说他们对这个马来西亚的教育环境这个创业的环境还有就是种种就是可能没有我们我可以说我们比较有经验。确实其他人只解决了 how 的问题，你还告诉别人 why， 告诉他背后的原因，更好的去了解马来西亚。那我们记住大成今天给我们新政的3个形容词：创新、大胆还有洗牌。你还有最后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的吗？就是提醒大家要有点耐性然后马来西亚欢迎你们就是明年就是中马50年建交是我在马六甲看到了有很大的那个牌子是的可能就为了迎接这一个，可能就相信明年会很忙因为1月份已经有很多人要过来考察了。哇哦好，那也提前祝你们生意兴隆，帮助更多的人移居大马，把大马都变得更好。是的，谢谢 William 的支持，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很快就会见到那都就是当然我们也忙，有时候就希望有机会我们一起喝咖啡。好那今天就这样，大成非常感谢你。谢谢你好的，谢谢。
对了，大马生活家就是我小光头和家人生活在大马的实录。我们希望带给你生活在异乡的勇气。我的频道风格有点多样，思考相对深入，表现稍显生动，制作就算经典。希望你喜欢，帮我一起按赞、分享、订阅，我们一起打败优酷的算。谢谢。